好，接下来开箱的东西非常贵呀，但是我就是买给我家人使用，好像一直拿着家人的名义到处买一大堆东西。接下来开就是这个，哒啦，2020年的 iPad Pro 跟 Apple Pencil。那我这次买的这个版本是128GB 的，然后是11寸第2代的 WiFi。那先讲一下为什么会买这个产品好了，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很期待 Air 的表现，因为我想说 Air 应该是一个可能在价格上看的比较多，然后规格上也不会差距太远的产品。不过我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 ，Pro 是有120赫兹、4个喇叭、脸部辨识，再加上它这个教育方案的优惠真的太多了。然后容量上又有128GB 的选择，像 Air 就没有128GB，它64直接跳256，超屌。然后 Face ID 对我爸来讲用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学习成本比较低，因为就是打开划开就好。因为其实有些有指纹辨识，特别是 Apple， 你要叫老人家这样先按一下，然后停在上面，这其实学习成本很高。你不信，你去找你外公或者是找你阿嬷试试看，你就知道。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Pro。那我们这部影片的话，除了我们要看一下大家都在兴奋 Air 的情况下 ，Pro 到底是不是还是 Pro 以外，那我片尾会教你说怎么样用教育方案省将近快8000块的花费，可以拿到更好、更超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 Apple Pencil 和2020年的 iPad Pro 吧。好，那我们就先来从 Apple Pencil 来吧。哇，这个 Apple Pencil 是超级难对焦就是整个难对焦到爆。各位准备好了吗？撕开了，好，那我们就从这边打开吧。哇，我觉得 Apple 其实真的在包装上真的是做得很用心，像这个开箱的体验都非常好，非常简易啊。这行字我就不念了，你们自己看。然后里面应该就是一些说明书啊 ，Pencil 应该就不会附什么信用贴纸的那种。然后接着就是笔的部分，你看它连这个笔这边都有做这个，让你这样整个可以拿起来。这边也要大家准备好了吗？要撕膜喽。这就是 Apple Pencil， 它这边是有做一个平面，然后剩下是圆滑，所以说你可以大概知道你的食指要放在哪个位置上。然后这边是2节式的，整个感觉就是一般的笔的感觉吧。不过它连这个都有包膜，感觉真的是很爽。所以说 Apple Pencil 的话，这是第2代，那整个的开箱就是说明书和笔，非常的简单。好，接着就是我们重头戏了 ，iPad Pro， 看到没 ？iPad Pro 非常的贵，非常贵。那这次的话，它是有银色和太空灰的版本。那我这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买的应该是银色。那我们就来撕膜吧。哦，要来开咯！哦，昂贵产品的感觉。这是 Apple 的盒子，怎么那么紧？是有撞到吗？真的耶，这边有撞到一角，它竟然有撞到。看，对 Apple 的物流太失望了。它撞到之后，它这个就不会这么好开了，太可恶了，竟然有撞到。看我会退货吗？所以我这一台等了快一个月。哦，对，现在我 Air 发表完隔天就订了，但等了超级久，等了快1个月。哇，难得 Apple 的盒子这么难开。好啦，扣个分吧，竟然撞到。哒啦，哇，这个就是平板的本体。我看一下我是买什么颜色。哦，我是买银色的，哇，好漂亮哦。好，这等一下再来看。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里面打开就一样是这一本。这个会附信仰贴纸了吗 ？iPad Pro 有这个就有附信仰贴纸，所以增加你的信仰。然后接着盒装物就非常简单，是一个18瓦的充电器。哇，充电器，现在他们的手机都不附了，这个好好的留着。然后再加上 Type C to Type C 的线，哇，那这边我就要酸一下了。看，我觉得苹果如果 iPhone 想要说环保的话，你就把孔改成 Type C 的，线和充电头都拿掉，我没有关系，因为 Type C 的东西现在真的超多。你把孔改成 Lightning to Type C， 你 Lightning 不拿掉，能跟我讲环保？我就真的是觉得问号。充电头的话，你会说5瓦太慢，你可以不付，可能比较环保。但其实有些人在买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充电头啊，那更不用说你那个充电线是 Lightning to Type C， 老人家根本就不会有 Type C， 好不好？如果你是放 Type A to Lightning， 我还可以接受。Lightning to Type C，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 bullshit。那如果你真的要改的话，真的要讲环保，跟你讲，就是把你赚大钱的 Lightning 的头改成 Type C， 这我就认了。小小抱怨一下。好，所以其实东西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一个充电头，然后一个线，说明书，然后一个平板的本体。好，又到了撕膜的时间。
哇，这真的感觉是很不错诶，银色感觉真的蛮好看。然后我这边也是有刻字，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爸爸都很喜欢有些座右铭，我就特别问了一下，然后把它刻上去。这个其实本来应该也是像阿哲一样是父亲节礼物，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等 iPad Air， 我就等，所以这应该不算父亲节礼物，可能就是惊喜吧，没有什么特别节庆的惊喜。他刻的这个红尘白浪两茫茫，忍入柔和寺庙房。然后下面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净化一下大家的心灵，要不然我的频道都是科技开箱。然后整个的平板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轻，它是一个铝金属的机身，所以说你要小心，你不要去凹它，它会爆掉，它会直接弯掉。那整个的重量的话，照官方的数据是471克，那采取的设计就是这种很方正，但是边角不刮手，我觉得还不错的设计，蛮怀念的。哇，这一片非常的危险啊，会不会照到我的脸？好像不会，可能太暗了吧，不知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下左右吧。首先呢，它配置的是4个麦克风，下面2个，然后这边2个。这也是我买 iPad Pro 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不希望它的影音表现输太多。那4个喇叭，我觉得效果应该还是会好蛮多。然后这一款 iPad Pro 不知道为什么配了超级多的麦克风，它在前面相机的这里啊，这旁边有一个，然后旁边这里又一个，后面镜头这边也有一个，然后上面还有2个，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总共有5个麦克风，非常的惊人。然后这边的前镜头的话是支援 Face ID， 你可以看到说它的孔位其实开的非常的多。然后这款是正的拿，或者是这样拿，或者是这样拿，你都可以解锁，我觉得还不错，感觉应该是蛮好的。就是老人家其实有时候像我妈来讲，她的指纹就真的是已经没办法感应的状况下，就是拇指的指纹好像都会抹掉的情况下 ，Face ID 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后面的镜头。其实我本来是觉得，如果是这种平板的镜头，应该大家不是很 care。不过我都想说，我都花一样的钱，为什么要买 Air 只有1颗镜头？干脆就买这个比较多。那镜头的话，首先它的主镜头是1200万像素，然后 f1.8 光圈。超广角镜头的话是1000万像素，然后125度的超广角是 f2.4 光圈。然后旁边还有一颗 LiDAR 的光学雷达扫描仪。那这个的话可以使用在一些 AR 或者是更精准的测量距离。再来就是一颗闪光灯和一个麦克风。然后这个镜头录影的话，最多是可以支援到4K 60fps， 所以表现应该是还算蛮不错的。然后接着下面就是一个 Type C， 对啊，你看用 Type C 就对了，为什么不用 Type C？ 右边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配件的连接孔，然后这边是一个音量键，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是电源键。那我们就来开机看一下它的感觉吧。哇，好紧张哦！希望我的荧幕是干干净净，不要有路程。哇，开机了，好久没有开苹果的产品了，全世界都在开箱 iPhone 12和 iPad Air， 我在开箱 iPad Pro， 这也是蛮神奇的。好了 ，Hello， 那我们就来看吧。现在就往上，那这边就可以设定一下你所有的东西。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设定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进去的画面吧。好，那我就来设定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哇，这东西超有趣的，你看这个笔，我这边直接写好放。他就直接写了，他直接在这输入格写。那如果你这样子，他就把它圈起来；那如果你是这样，他就把它涂掉。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下一步，然后连点2下就可以切换笔头，这样就可以做擦拭的动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然后吸附在上面就是一个充电中的状态，整体来讲会是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买这一款主要就是为了说，让我爸在看论文的时候，他有个装置比较可以看。因为他现在用的是 Samsung 的 S10e， 太小了，看论文太不方便。那这个的话看起来是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妈也可以拿来看一些影集或追剧。那刚拿到感觉就是它这个上下左右都非常的流畅。然后这个边框，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一个这个宽度的边框，就是你在握持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握持到荧幕。那当然你会觉得边框会稍微有点粗点，不过它这个就是刚好可以让你好好的拿着，你比较不会担心说我这样按着都按到荧幕。好，然后这边的话，我来稍微测试一下它这个解锁的感觉好了吧，就上滑。这样就可以解开，所以说还算 OK 吧。好，那我大概来讲一下这一款 iPad Pro 的规格。这款规格使用的 CPU 是 A12Z， 是7纳米，8核心 CPU 加8核心的 GPU。那对照今年的 iPad Air 是5纳米的 A14，那它的 CPU 和 GPU 的核心数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 A14只有6核心的 CPU 和4核心的 GPU。那根据 Dave Lee 最近放出来的开箱影片的话，其实这款的多核表现确实是比较好，不过它的单核
是输给 iPad Air 的，然后 GPU 的表现我觉得差不多小输一点点。然后这一款的电池是7540毫安时，那续航力大概是可以撑10个小时左右。那如果你是用绘图的软体或者是比较重度的游戏的话，大概是7到8个小时左右。那这一款它的 A12Z 其实超猛，它是可以剪辑4K 影片，所以说这一款也有人是拿来当笔电的使用。不过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偏向平板取向。然后这一款是支援 WiFi 6，然后是6GB 的 RAM。虽然说我觉得这个几 GB 的 RAM 大家好像 Apple 用户根本就 care， 但我还稍微讲一下。好，然后接着我想看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听说他们现在的没有预载，这是新的 iOS 14才有的这个超级 Enjoy 的功能，竟然没有预载 YouTube 哦。好，那我们就来抓个 YouTube 吧，是在 App 搜寻，然后这边我们就直接写，这还是要适应一下 YouTube。这其实真的是书写上来讲，直接可以在上面这个做书写，感觉真的是蛮好。那像我这边可以写 Face， 它就可以辨识，我觉得真的其实蛮厉害的。好，我的 YouTube 是有没有在下载？好，它正在安装 YouTube 了。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YouTube 里面有没有 4K 的选项，因为据说现在是可以直接在它上面看到 4K 的选项出现。它其实萤幕的规格没有到 4K 这么多啦。我来放我们最常放的音乐吧。OK，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4K 的选项。有提供这个吧。好，然后接着我来讲一下萤幕的规格。那 iPad Pro 的话是支援了11寸 Liquid Retina Display IPS 的萤幕。那它这一款是走的是 LCD 的萤幕，所以说你比较不会有一直闪烁的问题。那你观看的时间比较久，那你晚上在那边看平板的时间会比较长。那解析度的话是264 ppi， 那有着 ProMotion 120赫兹的刷新率，也就是今年大家 iPhone 很想要有的刷新率，但是它并没有下放到 iPhone 上，有点可惜。那 P3 广色域原彩显示，那最高的亮度是来到600 nits。好了，大概的萤幕感觉是这样。然后这个 Apple Pencil 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感觉还蛮不错，整个书写的感觉 test， 它就是可以这样做一些书写，还蛮好玩的。然后这个上面感觉给大家看一下跟着笔的感觉，也是蛮跟笔的。像这次的 Note 20也是今年才做到比较类似的刷新率。OK， 整个书写的感觉还不错。如果真的是很会画画或者是很会写字的人，应该是会感觉蛮好的。好，然后接着我想来测试一下它的 LiDAR 的部分。那我来测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A few moments later， 好，刚刚就玩一下这 LiDAR 光学雷达什么，我觉得超好玩耶！它整个把你的房间扫描的超级精准，给你看一下我刚刚扫描的那个影片截图，它就是会帮你把所有房间的东西都扫好，然后它就慢慢开始建模，它会把它的那个位置加上你现在拍照的东西，你看它慢慢的这样建上去，我觉得很神耶，我觉得非常精准啊。不过这种 App 好像通常都是要钱，所以说我本来想在那边玩，但是这样好像没办法，所以我就直接把我刚刚那一段录的给你们看，像这个衣柜啊，这个床是我弟的房间，然后他的书桌和我的书桌，还有你看，你有看到吗？刚刚那个这里有一个这是电风扇，它都建出来，非常的神。所以我觉得 LiDAR 在之后的发展应该会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装潢类啊，它建模会变得非常快速，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建模的情况下，你在浏览一些物品或者是 AR 的应用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发展。好啦，那大概就是我这个 iPad Pro 的简易的初步开箱啦。那接着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买是比较省钱的一个方式，那也是我买的方法。那因为我刚好发现家人是可以使用教育方案，所以我就用了教育方案。我本来还在犹豫 Air 和 Pro 到底要买哪一个，但是因为我想到它的 ProMotion， 这个其实真的是滑动起来就蛮有感。你看在点 App 的时候，其实整个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它这个120赫兹整个就是很像把萤幕整个带成活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年的 iPhone 还是没有看到，有点可惜。一般来讲的话 ，iPad Pro 是25900元，那教育方案的话是24300元，基本上就已经省了1600元。然后 iPad Air 是没有128G 的，所以如果你要买64以上的话，就要直接挑256，是23900元。所以说基本上教育方案的24300跟 iPad Air 的23900就只差400块。那为什么不买教育方案的 iPad Pro？ 那教育方案跟一般的 iPad Pro 比的话，就直接省了1600。那 Apple Pencil 的话，教育方案是3890，那一般是4190。
再省300。然后此外最厉害的来就是它的教育方案，现在买 iPad Pro 它是送 AirPods， 那你可以直接加价2700，就直接升成 AirPods Pro， 等于你省了5290元。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一开始 iPad Pro 省1600 ，Pencil 省300，加上他送那个 AirPods 是5290元，那基本上你这样子就省了7190元，我觉得省超多。那跟 Air 比的话，我觉得在教育方案的情况下，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选 Air， 因为 Pro 很明显就是规格上更多啦。好，那最后也帮大家理清一下这个 iPad 系列的各个命名，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也是花了一点时间。顶贵的话就是选 Pro， 那如果你无法使用教育方案，又有一点预算限制，但是又想要好一点机型的话，就是选次好的 Air。那一般的使用的话，就选 iPad。那如果你要小机身，然后更便宜一点的话，就选 Mini，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它的 ranking 的感觉就是 Mini、iPad Air、Pro 这样子。那如果你是2018年的 iPad Pro 的话，我个人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大理由去做升级，主要是处理器基本上升级感觉就是多一颗 GPU， 你可能没有感觉。那镜头变成双镜头的模组，我觉得除非你很想要那 LiDAR， 要不然我觉得会拿 iPad 拍照的人真的不多。然后基础容量可能再上升一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再等一下。好了，那这就是这一期的 iPad Pro 的开箱。哇，我觉得我剪辑的时候已经发现我念错很多地方。那我觉得也是一款蛮有趣的产品，就是在今年 iPad Air 的情况下，我还是直接买了 iPad Pro。好了，那希望我爸会喜欢，也希望我家人用得顺手。好，那如果你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